来南京当然要去一次玄武湖了。这个视频是我刚到南京第2天就匆匆去了一次玄武湖，但是游人太多了。本打算再找一个人少的早晨再去一次玄武湖，好好的拍一拍，然后飞一个无人机，但后来时间紧张，就再没有去了。正赶上了玄武湖秋天的银杏节，在银杏大道上走了一下。当天在外围也找了个地方飞了下无人机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无人机差点失控飞不回来，所以只是简单的拍了一下。这次来南京其实主要是来拍南京的秋色，不过有些地方顺路的话也会拍一下。今天路过一个和平公园，像是一个街心的花园，非常漂亮。这街心公园也没什么人，有人在这里跳舞。看了下地图，旁边就是鸡鸣寺，干脆去那里看一看，看看南京的街道多美啊！2分钟就来到了鸡鸣寺。买张票10块钱。鸡鸣寺也叫古鸡鸣寺，这个寺庙历史非常悠久，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，是南京最古老的皇家寺庙之一。这里的香火一直非常的旺盛，自古就有南朝第一寺、南朝480寺之首的美誉。历史上鸡鸣寺也有很多其他的称谓，到明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重建了这个寺院，扩大了规模，并且御题鸡鸣寺。可惜现在这里的标志性建筑大佛塔正在维修重建，让现在的鸡鸣寺失去了很多的光彩。因为鸡鸣寺里最上相的就是这个药师大佛塔。本来我都想好了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拍这个大佛塔的。记得1990几年新白娘子传奇剧组曾经来这个南京鸡鸣寺拍摄，这个鸡鸣寺也因此声名大噪，成为了求姻缘的最佳场所。现在这里人气也非常的火爆，各种文创产品，包括这种素食的餐厅，人都非常的多，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到这里拍照的网红打卡地。简单在鸡鸣寺里转了一圈，感觉没什么可拍摄的，准备离开。寺庙的顶上看到远处有个明城墙，上面可以上去，于是打算去城墙上看一看。南京的明长城其实还挺有名的，据称这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、最长、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环。进去看一眼，20。上城墙需要门票20元。这个明城墙始建于1366年，历时达28年才完工。整个城墙长达35公里，现在仍完整保存了25公里左右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墙。从城墙看到的鸡鸣寺，现在站的位置是解放门。城墙的另一边就可以看到玄武湖了。解放门2边的城墙正在修缮，这是清朝的大炮。这段城墙上有很多的大炮。这边就是玄武湖了。玄武湖还是非常大的，要逛一圈下来需要大半天时间吧。这边是南京最高的建筑。远处好像是南京的紫峰大厦，最高建筑了吧？明长城开放的这一段距离还挺长的，从解放门上来，一直往北，
右侧都是玄武湖，也算是可以登高遥望玄武湖。远处应该是紫金山，从这个角度望去，好像玄武湖的树没有那么多彩，但看到很多人在空中俯拍，非常的漂亮。城墙上有非常多的蚊子，里边有垛口，面着湖这边是个垛口。明城墙的砖都很有讲究，每一块都是经过严格监制的，提吊棺，可见以前的质量控制得多好。这一段可以看到很多的银杏树。城墙上大部分的地方景观都比较乏味，这一段还比较漂亮。不过这一段的树木比较偏绿，变色的树种不是特别多。这段城墙还蛮长的。大约走了1-2公里，前面这个到达的应该是玄武门吧？这应该是玄武门上面的城楼吧？这边很多水山。不是，走到鸡鸣。走吧。走了一段这个城墙，准备从这里下去了。下来就是玄武门，从这里进去就是玄武湖了。进来看一眼玄武湖公园。其实今天没打算游览玄武湖公园，本想着再找一个早晨过来好好的拍一拍，因为这个时间玄武湖的游客太多了。不过看到今天天气特别好，而且公园里现在还有银杏节，干脆就过去看看。这个玄武湖可以说知名度非常的大，也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，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，被誉为金陵明珠。看，这里有非常漂亮的红枫，硕大的树冠，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公园里也有梧桐大道，现在还有菊花展，树底下都是菊花。公园里的面积非常大，也被5大洲分为了3大块。这5大洲有环洲、英洲、灵洲、凉洲和翠洲。玄武湖的人文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，6朝时就成为皇帝训练水师的场所，并被辟为皇家园林。我们现在过桥，从环洲来到了凉州。公园里现在有银杏节，这里有个银杏大道，到银杏大道上走一走。我这个视频拍摄于11月底，当时的银杏还非常的漂亮。其实当时本想着找一天清晨来这里飞一下无人机的，肯定会非常漂亮。这是被银杏林包围的五洲村揽胜楼，真的太美了。这边拍照的人非常多，